几位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师父当年的心愿，你们都忘了，可几位还记着。只是没想到，我们最后依托的，竟然是一个废物。废物！当年你们为了一己私利，利用我父帅的军威和民心，将他强行推上皇位，以至于君臣不和，朝野震乱。我父帅为了大义，最后身死。难道你们最后还想让我助你们故技重施？卷轴上本就写着琅琊王的名字，他就应该是皇帝。真是笑话！听说过有人想当皇帝的，没听说过有人一定要当皇帝的。我父帅不喜欢那个位子，他不做，你能如何？我也不做，你又能如何？几位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一错再错。我的剑术确实不如你，如果不是师父，我5岁那年已经死了。我只想为他做一些事情。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：杀死季宇的不是我，也不是谨言，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。几位，将军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禀将军，前方有军队。军队？是陈奎的夏军先来会合了吧？以他的速度，应该要慢一些来才是。不是夏军，是守卫天启城的王离天军。王离天军？前辈，天军小心！真的是王离天军？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想必程叔叔应该很疑惑吧？为什么我爹在攻打着天启城，我却带着王离天军出现在这里，阻拦着上军和下军？唉，有时候侍奉的人太厉害，我这谋士也显得有些多余了。我原本还有几分担忧，但是看到他们畏畏缩缩的样子，现在多了几分自信。看来萧瑟真的下对了那部扭转局面的棋啊！昔日北篱八柱国之柱国大将军，琅琊军营义军侯，雷梦莎之子雷无邪，请全军退避。凝视脚下无尽的深渊。昔日北篱大都护，琅琊军统帅萧若风之子，琅琊王萧凌尘，请全军退避。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随着呼吸改变。明德帝之子，琅琊王萧若风军属学生，永安王萧楚河，请全军退避。可他们都死了！北篱大都护，一
军后都死了。就剩下我一个金家大将军。楚河，儿臣在。宣旨。旨从何来？顾念，你宣。儿臣遵命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属孤，误判。父皇，您这是要下罪己诏啊！念，属孤，误判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琅琊王萧若风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现奸人已然伏法，就案昭雪。此局谥浩达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旨不断。现奸人已伏法，就案昭雪。赐其谥号达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之不断。其子萧凌晨承其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令3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其子萧凌晨承琅琊王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并3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孤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，愧悔无地。每3日赴太庙相逢，至死方休。孤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，愧悔无地。每3日赴太庙相逢，至死方休。臣领旨。我父帅琅琊王萧若风，为平叛乱国之灾，自吾入狱。当年天启承乱之夜，乃是我与父帅亲手谋划。
我父帅为了国家安定，舍一身荣耀，于法场上自刎以定天下。尔等，作为我父帅的马后之兵，不以将军之令为首，反兵至皇城，要谋乱天下，还配得上琅琊军3字吗？大将军，你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做皇帝啊？圣上，父皇！圣上，父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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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德22年春，明德帝承认琅琊王谋逆案乃是误判，下罪己诏恢复琅琊王名誉。金甲大将军叶孝英引兵入天启，着新尽微服法，尽言失踪。后史称今日为琅琊兵变。父亲，行了，不必再说什么了。这一次是我输给那帮小子了。其实当时按照我的脾气，真恨不得踏平宫城，杀他个干干净净。父亲虽然骁勇，却不残暴。萧瑟早就看透了这一点。是啊，我看兵力，那小子宽人心，以至于我20万大军被几个毛头小子，再加上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罪己诏就给退了。萧瑟说，如果当时父亲不退，那么如今天启城飘着的，便不再是萧氏皇族的神鸟大风旗，而是我们叶子营的军旗了。对呀，我当时手里握着刀的时候就在想，难不成把那些姓萧的都杀了，然后自己当皇帝？可是你爹杀朕杀人还行，哪里做得了皇帝？所以也就罢了。更何况当年王爷是自己让自己去赴死的，所以我就更没有仇恨的理由了。父亲，闺女，你爹老了。当年天启城一起奋战的那些兄弟也都不在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也就凭着这一口气撑着。现在也没了，没了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闺女，身体怎么样？啊？已经许久未曾发病了。我问过国师，他说新山上的高人留下的那缕真气护住了我的心脉，保我10年无碍。10年过后，高人大梦归醒，我便再去一趟仙山。那便好。闺女，我估计
你这些年还不想离开天启，毕竟这么多朋友都在这儿，对吧？萧瑟那家伙，你是想做他的王妃吗？我和萧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并无儿女私情。父亲，您误会了。那就是雷家那小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和雷大哥可不一样。雷大哥当年还是挺会逗女孩子欢心的，那小子傻愣傻愣的。父亲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闺女啊，爹是在想，爹走了之后，谁来照顾你啊？父亲要去何处？傻闺女，这番事情之后，你以为你爹还能待在朝中啊？哼！明德帝不降罪于我，那是因为他不敢。我若不知罪辞官，那下面那些人总会以为我还想再打一仗，那他们连觉都睡不安稳。这样，你替我拟份折子，就说告老还乡。当然，也别急着给，等他1个月，让那些满怀鬼胎的人这个月都睡不踏实。嗯？父亲要去凤栖山。对呀，你娘就葬在那儿。参见父皇。你们来了，来，再过来点儿。这次的事情是你们2人一起商量的吗？他给我打了个谜语，我便赌了一把。你我2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心思怎会不知？你明明是听了我那句话，才能做出这般奇诡的调兵的。打开城门迎接叛军，派王离天军去挡2支秦王之师，亏你想得出来！说他不是琅琊军的内应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父皇，阻挠秦王之师一事，是儿臣一人所为，还望父皇莫要怪罪皇叔。姑明白你派军拦他们的意图，如今姑病重不起，社稷动荡，军中难免会有异心。你这次的行为，避免了多方的冲突，没有折损北离的英勇将士，做得很好。父皇，两军之中定有人与其勾结，还望父皇严惩。好，姑会让乐理去查的。凌晨，你在殿前的所言所行，很有你父帅当年的风范。我只是秉承我父帅的意志罢了。若凌晨真的谋乱拿了皇位，以后到了下面，我父帅见着我，非得拿起马鞭抽死我不可。更何况我这性格当不了皇帝的。哎，那什么性格适合当皇帝啊？比如圣上您这样的性格，心思重，性格稳，考虑的也周全。我父帅太潇洒了，做个将军还行，当皇帝嘛，太累。所以他当年放弃了，我也一样。皇帝是这个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但同时也是最有枷锁的人。那些死太监把宝压在我们父子2人身上，也是看错了我们。哎呀，当年我们兄弟2人，一个为君，一个为帅。本以为北离的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可以长龙制胜，却
却没想到，反被他人利用了。你父帅的事，姑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。圣上的确应该自责。说下去。那件事我如今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当年我父帅军功累累，天下归心，军中有很多人，包括大将军叶孝英在内，都想推动他来当皇帝。尤其是那次从男爵大胜归来之后，十里长街铺满鲜花，万千百姓夹道欢迎，军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蠢蠢欲动。于是便有奸臣找出了当年的那封卷轴，想拿此来做文章。据说已经和军中许多将领都在密谈，只等一个时机，便让我的父帅黄袍加身。最后我父帅宁愿赴死，选择自污余身以定朝纲。但是为什么圣上您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呢？我明白，这是你们君臣之间的默契。你清楚他的打算，他明白你的心思。可是当年，其实还有第二种办法呀。你们可以找出那些想要作乱的臣子，一个一个都杀了。你可以和我父帅一起坚定地告诉天下：没错，卷轴上的名字是萧若风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皇帝依然是萧若锦，琅琊王依然是萧若风，这是你们二人做出的选择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龙封卷轴不可以，天下人也不可以，可是为什么您却做不到呢？因为那么做有风险，那样做会让您的皇位不稳。它会严重影响到天启城的安定。那些在夺嫡之战中败落下来的王爷们，随时会兵至天启。朝中反对您的大臣们也会伺机而动。圣上，凌晨说的对吗？没错，你说的都对，所以姑这些年一直都很愧疚。姑可以自己骗自己，说这是若风的选择，也可以对自己说，总有一天要为若风平反，在太庙为他重新供奉一个牌位。可是直到你们踏入皇宫的那一刻，姑都还没有做过这件事。我父帅心里一直记得年少时与圣上的约定，可是后来圣上却忘了。我不知道圣上今天叫凌晨来是想说些什么，但凌晨想说的便是这些，而凌晨想听的也不是一些类似后悔的话。圣上要是没有别的想说的，凌晨便先走了。我理解我父帅的打算，但并不代表我能原谅这件事情。我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，无论如何，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。江山也好，社稷也罢，皇位也不过如此。凌晨今天过来，不是跟你叙旧，也不是来邀功的，只是这么多年，有些话在心底里不说不痛快。凌晨没有办法跟天下人说，凌晨只能跟圣上您说。也希望圣上可以谅解。明白。姑还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啊，这一次
顾该如何选择？啊？圣上，其实很简单，您最痛恨哪位皇子，就把皇位留给他。皇上这个位置啊，注定是孤家寡人，做不痛快的。这个回答，顾倒是没有想到啊。凌晨的话，你也都听到了。过去的事，便如他所说。儿臣清楚了。当年，顾害怕那些乱臣再打你的主意，所以一狠心，把你贬出了天启。你不要怪顾啊！正是因为如此，儿臣结识了很多朋友。这些，才是你值得依靠的朋友。就如我当年依靠若风一样。这些年，顾一直都在想，当年在法场，若风看我的眼神。你猜，顾看到了什么？那日儿臣并不在场，不过我猜，你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失望。他在百姓的眼中是神人，他在百官面前是圣人。可是当朕下令斩他那一刻，他一定对我这个哥哥很失望吧？父皇，说，儿臣有事也想问，但是怕说了之后你会难过。说吧，既然今日把你们都唤来，就是要你们说完当年的那件事。说吧。我在想，当年的情势是否真的有那么紧急？从琅琊王被诬入狱，直到问斩，这之间的时间过得是不是太快了？倘若不斩他，真的会引起叛乱。那叛乱真的有这么容易爆发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那些人又怎么会任由他被杀死呢？你说了凌晨不敢说的话。祝贺，你很好啊！这么多年，你是一点都没变呐！是，顾那么快就杀了他，是因为顾惶恐啊。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顾在那一刻成了被捆绑在皇位上的人，知道吗？多谢父皇解除儿臣疑惑，儿臣告退。顾对自己也很失望。这一次输得太彻底了，太彻底了呀！殿下，本王本想着，此一番天下必定大乱，最后两败俱伤，只等我们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最后，不管是天启城还是琅琊郡，全都安然无恙，可笑，可笑！是我失算了。不，
不是因为萧凌晨，是因为萧楚河。他让王离天军离开天启城，去拦上下2支秦王之师。我方才收到洛成军的信，他说领兵的一身绿衫是叶萧英的女儿叶若依，他们还以为叶若依是叶萧英派去的。便是萧楚河的这一招棋，就让我所有的部署都功亏一篑。殿下，这输了就输了吧。不过，这次纷争之后，还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。你是说百官联名？本以为这件事情终于落下了帷幕，可是当我听完所有的事情，还是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溜走了。简言手上那份名单。简言公公手上有一封琅琊兵变的所有朝廷官员的名单。可是这也是为什么萧凌晨率领20万大军可以顺利到达天启的原因。有这份名单，相当于扼住了那些官员的咽喉。要不咱们也去抢抢？我看你最近心情不错，倒是学会开玩笑了。毕竟已经了却了一桩心事，不过这件事我可不是开玩笑。这份名单若是让萧雨拿到手，他必定再起波澜，利用这份名单威胁那些官员为其谋事，绝对不能让他拿到。如今这天启城中全城戒备，谨言逃不出去，就得找个地方躲。你猜他会躲在哪儿？莫非他会去找那个如今天启城中唯一在乎他性命的人。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杀死锦玉的不是我，也不是谨言，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。你这是在抄送经文呢？为了锦玉有心了，你为何抄送了2份？另一份是给锦薇的。锦薇和我们兄弟一场，也是应该的。小时候，我不常与你们在一起，而谨言又一直跟着卓兴公公。其实，你、锦玉、锦薇3个人是一起长大的吧？所以我要为他们报仇。锦玉的死的确有蹊跷，尚有仇可寻。而锦薇死于谋乱，又能找谁去报仇呢？琅琊军能够这么顺利进入天启城，恐怕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吧。这一切的背后，我总觉得有一双手在推动着发展，而锦薇他们只是一颗棋子罢了。锦薇也不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他只是为了替师父完成他的愿望罢了。不过有一个人，他绝对不会是我们的兄弟。你说谨言？是，他必须死。倘若他来找你的话，你留住他，然后告诉我。但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，5大剑以后只剩下一个人了。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你，我是怕你做傻事而已。大剑，你也卷入了这次夺嫡，你支持赤我，那又如何？但是5大剑只应该对明德第一人忠诚。你知道当年师父他们为什么在琅琊王撕毁卷轴之时一言不发吗？他们呢，
当时早就屈服于新的帝王威严之下了。你会像他说的那样杀了我吗？会，除非你把你手里的名单交给我。只要我还留着那份名单，就不会有人杀我。一旦我要是交出去的话，就连你都有可能杀了我吧？那你还来找我干嘛？我选错了一次，我还想再选一次。师傅，白王殿下到。这天启城中，应该没有别的茶能比锦仙公公这里更好了。殿下谬赞了。不过，殿下来此，恐怕不光是为了品茶吧？当日在泰安殿前，卓心、锦言、锦威三人用伪造的龙峰卷轴企图叛乱。虽然龙峰卷轴已毁，不过锦言手中还有一个卷轴。这个卷轴上是百官联名的手书。既然大家都说这龙峰卷轴是伪造的，那么手书也可以是伪造的。可当时所有人都已经听见了，此事已经传开，朝野上下很在意这件事情。所以殿下也对那份名单有兴趣。父皇已经下了口谕，从今日起，本王代大理寺卿负责彻查此事。白王居然去了红青殿，看来大家都猜到了，锦仙公公是锦言公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只不过锦仙公公的交道可不好打。二哥有圣上口谕，天启上下就没有他不能打的交道。毕竟谁都不想下天狱。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圣上为何要将此事交给白王？二哥为人做事稳重，交给他去做，才能够服众。我们呢？我们才是解决了这场兵乱的人。我们在他们眼中是琅琊王君一伙的，让我们去查。只怕天启城中的那些官员都会寝食难安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既然此事已经交给了白王，我们很难参与其中，总不能明抢吧？方才我们白小堂迎来了一位特别的主顾，锦仙的人。你这么聪明，就会显得我很呆。说吧。锦仙公公已经联系我们了，说会把锦言送到我们白小堂，让我们把他保护起来。那太好了，等锦言被送到白小堂，我们就把他抓起来，这样手术不就是我们的了？姬雪虽然是我们的朋友，但是白小堂这么多年的声誉，可不能毁于一旦。情分是情分，生意是生意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自然是等一等锦仙公公的条件了。不能就这么等下去。我已经猜到锦仙公公的所需了，我们需要为此做准备。若依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外面盯梢的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，整条街都被探子给包围了。以前只有白王和赤王两家盯着我们，但如今半个天启城的人都在盯着我们，我们的敌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。对这只手书感兴趣的可不止我们一家，相信萧雨那边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盯着他。我们的敌人，自然也就是他们的敌人。殿下，我们已经喝了1个时辰的茶了。锦仙公公是要赶客呀？锦仙不敢。
只是觉得殿下有更重要的事，查案比较重要。若我想找的人就在此处呢？朝廷重犯藏匿宫中，殿下的玩笑也过于大胆了些吧？可往往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殿下不信的话，可以搜搜看。不必了。若长相剑能见到他的话，请告诉他，若想不死，我是他最好的选择。恭送殿下。几位，就是传说中白小堂，掌管天下机密的6大铁面关。哈哈哈，真是有幸啊，今天还能见到这么神秘的人物。莫多言，堂主你都见了，不必在乎铁面关。你手上那一纸联名，是目前天下最重要的情报，开个价吧。让卖家出价，未免太狡猾。我想要知道你们的筹码。白小堂向来价格公道，从来都会给最值当的价格。我来求帮我这个师弟，很容易，1条命。能给吗？白王殿下已经得到了明德帝的手谕，亲率大理寺查办此案。今日早些时候，他们去了红清殿，大监锦轩也曾去过那里。天启城大小官员共37名，均已派出死士寻找谨言的下落。以目前的形势，若此刻想出城，白小堂倾巢而出，也只能有70%的把握保他不死。70%不够。白小堂能做到的只有70%。白小堂给到70%，那是否有一方能给到90%？我是不是能够选其他人？锦仙公公的意思是，要开我们白小堂3言堂会。是。你们再去找2个人，加上你们白小堂，大家把所有的筹码都放在桌面上，谈一谈。3言堂会，来人不问，去人不顾，我们同意。但除了那一纸手书以外的全部情报，谨言需无偿告诉我。我如果不呢？哼，路在那里，你现在就可以走出去。我们白小堂什么都不会做，但不过1炷香的时间，你将会是整个天启城的猎物。锦仙公公是个聪明人。谨言，说出你想见的人的名字。白王萧崇，还有赤王萧雨。哼，有意思。为何没有永安王？哼，永安王应该没有理由帮我才对啊。倘若他现在见了我，应该立刻杀了我吧。殿下，帖子上写着什么？这个白小堂邀请我去参加3言堂会。参与3言堂会的人，不能透露谈判的半点内容，也不能暴露其他的参与者。
如果坏了他们规矩，白小堂会对坏规矩的人找麻烦，被白小堂缠上，是件很麻烦的事情。不过这个三言堂会，我很感兴趣。为何？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拿到手书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而且，我已经能猜到另一个参与者的身份。我不觉得锦仙公公会选择他。手持朝廷钦犯做交易，白小堂的胆子很大呀。既然是三言堂，那么邀请的应该是3个人。我猜除我以外，其他2人是萧崇和萧楚河。没有我们，没有。锦言说了，你们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哼，锦言不成大器。看你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又有什么馊主意？若依，明日一早跟我去个地方。好。这些人真有意思，一有大事，都选择在这赌坊之中。千金台是个好位置，四处临街，临的又是小街，街道狭窄，人多且杂。若是试图在周围调集人马进行围攻，势必会引起巨大的骚乱，没人会这样选择，所以白小堂会选择这里。一个朝廷钦犯在赌坊里待价而沽，外面还都是要抓他的人。白小堂只管这三言堂会的进行，谁要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能保他一条性命，他就会选择谁。那人的万全准备必须有一条，就是能从千金台安全的离开。二哥，你来了。我判断没错，你也会过来。看二哥神色如此淡定，想必是有信心抢赢我了。赤王殿下，请吧。二哥，那我就先行一步了，啊？虽然我早就猜到此事是由锦仙公公在背后安排着，但我没有料到锦仙公公居然会亲自来此。即便是白小堂的三言堂会，所有人的去留都会保密，但你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些。我本就未想隐藏自己的身份。此事之后，若锦言得以平安，我自会向陛下请罪，辞去一切官职，去守那皇陵。就算陛下想取我性命，锦仙也不会有一句怨言。公公，可真是重情重义啊！不必说闲话了。我这个师弟想要一条活路，用他的一条命去换他手里的手书，殿下能否做到？只是想活下去吗？你不想去皇陵，做那个坐等终老的守陵人？你放不下如今的权势，做个漂泊江湖的普通人，你依然可以一呼百应。那些权贵依然可以跪在你的脚下，阿谀奉承。你是掌印剑，
你可以得到的更多。为什么只是想活下来呢？不够的，我可以给你，只要你把那封手书给我，我保你1年不死。那1年之后呢？权势依旧。多谢赤王殿下，那就请在外面稍候吧。殿下此事有几成把握？9成。还有1成呢？二位公公做了错误的选择。世间之事，哪有那么绝对的事情呢？谨言啊，你说了那么多骗人的话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什么话是骗你的呢？姬姑娘，请白王。告辞。白王殿下，我的师弟犯了错误，其罪当斩。但是我有一些私心，想为他求一条活路。可以。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谨仙想知道他活下去的方法。首先，他要先交出手书，然后会被废掉所有武功，投入天狱。我保证，他在狱中不会受到虐待，1日2餐，不必干活。不过，他也不能离开牢房。他不会有狱友，守卫也不会同他说话。日子虽然有些枯燥，但是也会有些盼头。若是碰上心地大婚或是天灾，会有大赦天下的。他是谋逆犯，虽然不在大赦的范围，但他头罪有功，而且主动上交手书，助我查案。我会说服父皇的。这就是殿下说的活下去？天狱里的犯人，只要判书上写着活下去，都会好好的活着。殿下有几成把握？几近10成。为何是激进？要知道，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。如果有人说他有10成把握，那一定是在骗你。你若相信他，你们都会死。谨仙明白了，多谢白王殿下。本王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谨仙公公：若是选择其他人，那本王有10成的把握杀了谨言。此次我携大理寺办案，大理寺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人，即使逃到天涯海角，都会追杀到底。本王也不怀疑，有人有这个能力，能将谨言带离天启。不过谨言接下来的日子的每一刻，都请等着大理寺的追杀。二哥，你出来了，谈得怎么样？你好像很有信心啊。你奉旨办案，筹码比我多，只是我和谨言认识的比较久，
比你更了解他一些。选白王。我不想进天狱。不过是失去武功跟几年的自由，从天狱出来，你仍然可以过你逍遥自在的生活，他们也不会再打你的主意，我也可以护你周全。可是，为什么只是想活下来呢？你可以得到的更多。你是掌印剑，活下去不够的。没有什么可是，绝对不能选赤王萧雨。你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因为你贪心过重，执念太深，绝对不可以重蹈覆辙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可是，我不想进天狱啊！天狱，你给他的唯有这个结局。他可比很多人更了解那个地方。朗朗乾坤，青天白日，二位王爷好生悠闲，不去办公，来这赌房干什么？萧楚河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既然来这赌房，自然是要参与赌局。你们有人微直，有人幼稚，而我就不一样了。你哪里不一样？我要掀翻这赌桌。锦仙公公别紧张，是我。我记得我们的名单里，并没有永安王殿下。可你们的名单里有白小棠，而我们白小棠便可以由永安王殿下来代表。说的不错。你一个朝廷钦犯，在这里大会王爷和戴大理寺卿，你胆子够大。不过我倒是可以理解，你现在破罐子破摔，千军万马独木桥，此时心中唯有一个念想，那就是活下去，对吗？殿下有何高见呢？不用去天狱，不必再被大理寺追杀，开开心心的活下去。殿下能做这个主？我自然是不能。殿下有话不妨直说。果然锦仙公公还是个聪明人，虽然我不能，但是他可以。这是免你罪的手谕，看仔细了。看来，派你来的人是陛下。谨言本就是掌印剑，你应该对这上面的玺印最了解了，对吧？我要你随我去面圣，带着你最宝贵的、外面人都想要的东西。看来他们都看错了。这个世界上果然有一个人，可以给谨言10成的希望，而且不是骗他的。可是他们没想到，他会站出来。锦仙公公，这是想做个选择，也好。我最喜欢这种场面了。一旦上了赌局，我一定会让对方别无选择。我们选你。不愧是锦仙公公，从未让我失望过。那我们这就启程。殿下可否
可否安全地带我们进入皇宫？我身后有一位天才少年剑客，一位未来的女枪仙，门口还有虎贲狼守候，再加上白小堂的护卫，这还不够吗？那就多谢殿下了。甭客气。各位，愿赌服输，承让了。诸位，谨言已经选择了永安王殿下。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，还请诸位暂时离开千金台，1日之内，不得再靠近这里。萧楚河，哎，别这么大声喊我名字。哼。你给了他们什么条件？我如果说，我给了他免罪的手谕，你信吗？不得不承认，你永远比我多想一步，这点我不如你。此事姑已经交给你的二哥去查办了。父皇让二哥去办此事，是因为需要有这么一个举动，来安抚朝野上下的心。可若是二哥真的查到了呢，并且把手书呈上来了，那这份手书该如何处置？难道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宣读上面的名字，治他们的罪吗？你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一份密旨，一份赦免谨言死罪的密旨。萧瑟，你说皇帝为什么不直接把免罪手谕给白王呢？白王现在带大理寺卿，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。倘若父皇直接给他，那就相当于是暴露了自己的私心，而帝王者的私心，绝不能被人知道。我明白了，皇帝为了平悠悠之口，必须安排一个人光明正大的去查这件事儿，但他又想悄悄的先拿到那份联名书，所以你便去请了那道密旨。普天之下，也只有我一人敢揣测帝王之心，也只有我敢直面说。还真是老狐狸生了只小狐狸呀！那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吗？还差一步，我相信那个人快要按捺不住出手了。这一次，我定要断萧玉一臂。两位公公还是如此谨慎啊！我已经给了这么多筹码，但还偏偏要走这夜路。王爷误会了，谨言只是走夜路，走习惯了。谨仙公公也要跟着吗？谨仙不才，只想再助一臂之力。那便有劳公公了。前面就是纵鱼街了。我感受到了，这里的气息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：魑魅魍魉。谨仙公公形容得当。哎呦，我这听你们说的，怎么这么吓人呢？吓人吗？你这辈子也害死过不少人，你知道这些人在临死之前心里有多恐惧吗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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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这个关头了，你就别再教训我了。我自知罪孽深重，罪孽深重，但是我还是想活下去啊！
出来了，你就是太师董柱身边那个护卫。太师也在名单上，该死！剩下的就交给永安王殿下了。小心！掌印剑由我亲自送你入城，你可会觉得荣幸？王爷，辛苦你了。玉。永安王殿下的武功，比起当年已经精进不少了呀。要不是你当年废去我的隐脉，我还不会有此时的成长。哼，那这么说来的话，永安王殿下应该感谢我了。那我今日就废去你的隐脉，就当是对你的报答。齐宣，快走！徐怀公，是你杀了纪玉？是我，又如何？你圣上有旨。宣永安王萧楚河入宫觐见。参见父皇。圣上，奴才。该死！谨言，你不愿意去守皇陵，所以引琅琊军入京。这本已是死罪呀，但你还试图利用手中的一份谋逆名单，引哭的几个儿子争斗，此罪那该怎么算呢？凌迟。是啊，凌迟。可是既然楚河已经告诉你，姑不会杀你，那姑自然就不会杀你，甚至不会让你去入大理寺啊！谢圣上隆恩，谢圣上隆恩。把列明书交上来吧。你们一定很想知道这上面的名字吧？嗯？儿臣不想。若是在我手中，自然是想。可是他现在在父皇手上，这个秘密本就该一个人知道。父皇要是想念，就念呗。我不用看就能猜到。这上面是谁的名字？这第一个名字嘛，想必就是太师董柱啊！啊？哈哈！父皇，
其实啊，这上面大部分的人并非想谋反，他们呢，只是认为孤不行了，北离是消失的，却不一定必须是孤的。你们有人要抓这上面的人，倘若真的是抓了，那么朝廷怕是就完了。唉，不过经此以后，也不会有人再想换一宗萧氏来继承这个皇位了。多谢父皇。孤的时日不多了，能帮你们的也不多了。你们呢，都要学会自己帮助自己。君王治天，重在治心呐。人心多变，就算这一次他们感谢父皇的恩德，但下一次他们动异心又该如何？那就杀了，一个都不留。宣景仙，宣景仙。圣上，谨言若是放任江湖，必然遭人利用和追杀。若是将他打入天狱，想必他也会怪故。姑就把他交给你吧。啊，谨言、谨仙，你们可有异议啊？臣不敢。谢圣上，草民不敢。奴才样！谨仙，把谨言带下去吧。是。重儿，父皇，这份手书被销毁的事儿，你找办法，就在今日，要让全天启城都知道这件事。儿臣明白。父皇，儿臣有一事向上奏。你说。在虎贲军护送谨言的过程当中，大见谨宣违抗皇命，公然阻拦，还望父皇明鉴。谨宣，你给姑起来！陛下，方才楚河说的可是真的？陛下恕罪，谨宣的确想在谨言入宫之前救下他。你好大的胆子你！陛下，谨宣自幼与谨言一起入宫，虽然不是兄弟，但是却更似兄弟。此次他铸成大错，无可挽回。谨宣的确留有私心，想要救下谨言，但是那份手书自然会留下，交给陛下的。谨宣大见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可笑？父皇，谨宣所作所为，并非一己私欲就能盖过，还望父皇明察。谨宣，自今日起，你禁足平心殿。若无辜的亲准，不准你踏出殿门一步。重儿，父皇，你来查谨宣私自出宫和抢夺手书一事。儿臣遵命。
锦轩公公是父皇的伴读大监，从小陪着父皇一起长大。你想让父皇杀了他，没那么简单。我知道，我今天没有打算就此杀他。父皇能把他关禁闭，我已经知足了。至于后面该怎么做，就得拜托二哥了。唉，这就是个烫手的山芋啊。不过相比锦轩大监，这个锦仙公公倒是更值得信赖的人。没想到他能为锦言做到这一步。不过是个愚蠢的人吧，空有能力和权力，却只想救一个不是同宗的师弟。所以说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那你们又何尝是一路人？我和锦仙公公也不是一路人。若论意志力，我不如他。那你们两个人呢？难道有了点恩德，就能成为一路人了？哼！我们想法有些相同，不过走的路却千差万别。六弟，看来我们也不是同路人。是啊，我们走的是两条路，不过是偶尔交汇在同一条路上，走了一段罢了。最终还是要分道扬镳的。二哥，以后的路只会更难走。父皇的身子，百病易治，心病难医。陛下，您和锦轩大监的情谊很深吗？是啊，锦轩呀，他是孤的伴读太监，与孤自小是在一起长大的。难怪他犯了那么大的罪，您却只是关他禁闭罢了。人在天启中，尤其是身居高位，哪能避免做些糊涂事呢？你看看当年跟孤在一起的这些人，一个一个的，有的死了，有的已经离开了天启，唯独锦轩还在。孤啊，是真舍不得杀他。陛下，您是个念旧的人。花锦，孤还能活多久啊？陛下，您不要想这种问题，您只要相信我就好。孤自然相信你，只是孤想拜托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用你的医术，让孤再多活几天吧。圣上，孤说这个话是有原因的。天启的乱局还没有结束，孤若现在走了，天启也必然要大乱。孤若在，楚河他们就有主心骨。孤老了，能帮上3个儿子的忙是越来越少了。现在也就只剩下能多活几天了。花锦定当尽力。圣上只罚了锦轩禁闭，不错，不过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。锦轩说到底也只是个太监，在朝中能掀起什么样的波澜？他能参与党争，父皇又怎会半点不知？不过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。
平心殿外有80禁军日夜把守，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赤王的这条臂膀已经是断了。那我们下一步，我要夺回无心。这一次，他们都已经是成熟的作品了吧？一个是用至亲之血制成，一个是用至情之血制成的。好，我到时候想问一下萧楚河，死在自己最好的兄弟手下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师父，如何？是我没用，看来药王谷的招牌要砸在我手里了。嗨，师父，咱们换个角度想啊。上回萧瑟跟咱们说，给圣上下毒的是夜鸦，这夜鸦曾经也是咱们药王谷的人，所以这么看的话，咱们的招牌其实也不算砸了，不算砸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只有我的招牌砸了？师父，我不是这意思。自从上次发现灯油有问题之后，就每日检查一次灯油。咱们每解决一次他下毒的手段，他就又会想出一个下毒的方法。看来必须得杀了这个下毒的人。天极城的风雨，何时才能真正的停止？这里面的药，真的能解开吴昕身上的药人之术吗？我师父虽然看过这药呢，也是按照书中记载的法子炼制的，但是究竟有没有效，还真不好说。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。可是这诡异夜鸦又在哪儿呢？吴昕又被关在何处呢？你跟我去找个人。谁啊？要叫上千落师姐和若依姑娘吗？不用他们去，就你我。萧瑟，我最近总觉得你怪怪的。怎么说？之前，不管是千落师姐还是若依姑娘，除非他们有事或者是不在，你都会叫上他们。而我最近发现，不管是沐春风也好，还是积雪姑娘，你都有意的避开他们，就只把我给带上。你知道我为何回到天启吗？因为天启是你的家，由此回家不是很正常吗？那你知道我当年为何会被逐出天启吗？这我知道，是因为琅琊王案。没错。但如今琅琊王案已平，叶笑英也已经离开了天启。我当年想做的事情，如今都已完成。剩下的事，不久就可以了结。到时候你们会离开天启吗？萧瑟，我不是太明白。你知道我这个人想问题比较简单，你能不能稍微给我讲的简单一点？你们虽然继承了守护令，成为了我的守护，但难道以后我去哪，你们就要跟到哪里？琅琊王说旧案已平，你们的任务其实已经结束了。无论是大师兄，还是无锡，都是因为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不能再为了救一个朋友，而让另外一个朋友陷入困境。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就明白了，是因为琅琊王案被平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守护职责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，剩下的危险就不想让千落师姐他们参与了。对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。说吧。就是你为什么要把本少侠给带着？那本少侠的命就不是命啊。这个嘛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因为本少侠很强。雷少侠说的不错。嘿，行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，那你就可以放心了。我以后一定会和你一起好好保护他们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怎么是你？我们又见面了。别惊慌，是我约他再次见面的。我们今天要见的人就是他，他可是暗河。
正是因为他是暗河，我们才要见他。他当年参与了绞杀我姐的事。我来此之前，给你姐写过信了。其实这位苏家主，与你阿姐颇有渊源。那我阿姐怎么说？你阿姐在信中说，这位苏家主虽是暗河中人，但是和普通的暗河中人不一样。虽是个杀手，但心中存有善意，所以我来见他。你阿姐没有意见。我并不想杀李城主，但有暗河的命令，我必须拦住他。既然我阿姐没有意见，那我也不必多说什么。苏家主做事有原则，我知道。但最近我收到消息，暗河众多杀手已撤出天启城，就连穆家家主穆雨墨也已离去。我还知道，萧雨炼制药人就是在白王府那天出现的。区区几个普通的暗河杀手，便能将长剑剑与新剑传人逼入绝境。不过当时苏家主并没有选择出手，而是选择旁观，并且还带走了一名药人。家主，救我！所以我推测，炼制药人一事，苏家主事先并不知情，这是萧雨和大家长擅自决定。之后，苏穆两家杀手不断撤出天启城，唯有家主已死的谢家杀手留了下来，更加证实了我的推断。因为炼制药人一事，你们苏穆两家也与大家长决裂。殿下确实聪慧过人，能仅凭一些零碎的细节，就能推测出整个事件的全貌。确实如此，大家长没有告知我和雨墨，擅自让诡异夜鸦将大批暗河杀手炼成了药人。那件事后，我们两家与大家长进行了几次谈判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你们两个以往合作无间，但如今苏昌河的所作所为，正在带领暗河走向覆灭。殿下邀我来此，就是为了证明这个猜测？不，我是来劝你跟我联手。联手？可如今暗河大批杀手还在大家长的控制之下，你若想救他们，凭你一人绝无可能。你若是不帮我，那些即将回归于暗河的杀手，我也会联系雪月城，对他们进行一场永不停息的追杀。殿下是在威胁我？先以理服之，再威慑之。若我同意呢？我们联手除掉大家长，你之后与暗河成员回归江湖，我保证不再追究。但暗河以后只能作为普通门派，不能再以杀手的身份存在于世。又有谁生来就想做杀手？萧瑟，他这是同意了吗？他没有拒绝的理由。殿下，男爵太子敖玉那边派人传信过来了，他们的使者已经进入了天启，要你今晚相见。哼，这只狐狸，看到如今天启城现在的样子，终于是按捺不住了。好，那今晚我便去见。他们在哪里？城南，流仙楼。怎么偏偏挑了个这么远的地方？哎，若依姑娘也在啊。千楼生气了，说你们最近总是偷偷跑出去，都不带他。哎，我跟萧瑟能去哪儿啊？我们就是看最近天启城太平静了，让他带我去有意思的地方转一转。哦，那你们去了什么好玩的地方？我们都去了，那个萧瑟一定是带你去了万花楼吧？那里可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啊，对，就是万花楼。哎，那儿的花呀，特别香，特别美，特别温香暖玉。啊，对，温香暖玉。你个小夯货，这万花楼乃是天启城中最大的青楼。啊？
绝对没去过，我绝对没去过。我雷无杰对天发誓，以雷家堡100年幸运发誓，我真没去过那个地方，我听都没听说过。怎么？去过就去过了呗，又不是第一次去了。这万花楼再好，比起美人庄，还是差了几分的。哎，天女蕊姐姐说的对，也不对，我真没去过那个地方，我说差了。行了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有些话要单独跟他聊。好。请坐吧。千金台之后，你说让我等一等，我在客栈里等了整整1个月，等来了琅琊军入城，也没有等到你下一步的计划。很快了。还要多久？就这几日吧，我随时会派人传消息给你。为何要等这么久？为了万无一失。况且我不希望蕊姑娘有危险。若是因为这件事让你负伤，那我便是对不起大师兄。若依姑娘，我真没去过那青楼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我是跟萧瑟去了那碉楼小筑，喝了那儿的秋露白，还没有雪月城里的酒好喝呢。好了，雷无杰，就你那脑子还逛青楼呢？我怕那些姑娘们把你当成白痴给你丢出去。别解释了，你就是扯了个谎。师姐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好啊，你承认说谎了？那你们到底去哪了？不，怎么又是个套啊？今夜有个好去处，雷无杰，你去不去？若依姑娘去我就去。那萧瑟呢？萧瑟他最近有些忙。现如今，他同他的父皇关系缓和了许多。近日宫中传来消息，传他进宫一同用膳，怕是去不了了吧？好啊，没他我也能玩得高高兴兴的。自从琅琊君走了之后，这天启城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尤其是当父皇烧了手书之后，我也轻松了很多。天启城的这场风要停了吗？似乎很多事情都已经结束了，可越是这样，我心中越是不安。对了，殿下，今日好像是花灯节。花灯节是近几年天启城新兴起的一个节日。每逢今日，城南的烟雨街上就会挂满五光十色的彩灯，五颜六色，好看极了。殿下，今日您若是有空，一定要去看一看。好。